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紅牆觀察，我是美玲。連日以來呢，張耀霞、劉振立這兩位實權派的軍人的被抓呢，引發了巨大的輿論風暴。中共各地的軍隊的種種異動呢，也顯示出了習近平當局的這場政變，並沒有因為宣布了張龍落馬的消息而結束，雙方角力似乎還在繼續。幾十年前，曾經有一場震驚世界的政變，導致了一個暴政的迅速垮台。軍隊在裡面呢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。大量坦克曾經佔據街道，並且最終決定了整個事件的走向。今天呢，咱們就來聊一聊這段歷史，你就會發現呀，很多地方都與今天非常的相似。或許呢，我們看到的正是歷史的重演。這場政變呢，就是直接導致蘇共政權垮台的819政變。爸爸，快起來！發生政變了！女孩大叫着，快速衝進房間。她的爸爸迷迷糊糊地說了一句：“這是非法的。”她睜開惺忪的雙眼，看向窗外。她看見了一些荷槍實彈的特殊部隊士兵已經把這裡團團地包圍了。這父親就是大名鼎鼎的葉利欽，他的住處已經被蘇聯特種部隊阿爾法小組團團地包圍着。道路上也設置了崗哨。張耀霞、劉振立被抓以後呢，搞了幾十年情報工作的美國福林將軍，直截了當地將習近平的這一驚人之舉稱之為一場政變。那麼這可謂是一針見血呀。不過呢，從習近平的歷史記錄來看呢，這次政變很可能還得爛尾，因為軍隊裡人們明顯更加支持張耀霞與劉振立。眾所周知，習近平最擔心重蹈蘇聯的覆轍。但是呢，他親手發動的這場政變，或許正在向他最害怕的方向正在發展着，有可能演变成為另一種形式的819政變，結果呢，將導致中共政權的完蛋。1991年的8月18號，戈爾巴喬夫正在他心愛的克里米亞夏季別墅弗羅斯休假，突然間，他接到了衛隊長的報告。一批不速之客要求見他，戈爾巴喬夫感到事情很反常。他說：“我誰也沒有邀請過呀。”他隨即拿起了電話，準備給克格勃頭子克留奇科夫打電話。但是呢，當他聽到電話聽筒裡已經是一片寂靜，他再抓起其他電話，全部都是沒有聲音了。戈爾巴喬夫頓間明白了，這是出大事了。戈爾巴喬夫把家人召集到一起，告訴他們，任何事情都可能會發生。夫人賴莎事後回憶道，那一瞬間，他想到了布爾什維克政變以後，尼古拉二世及全家被害的場景。他知道共產黨能幹得出來。戈爾巴喬夫最終決定讓這些不速之客進來，他們分別是克格勃第9局局長和副局長，以及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巴克拉諾夫、辦公廳的負責人博爾金、中央書記處的書記舍寧，以及代表軍隊的地面部隊總司令瓦連尼科夫。瓦连尼科夫告訴他：“你別無選擇，要麼簽署緊急狀態令，要麼把職權交給副總統。”戈爾巴喬夫氣憤地大罵他們是冒險家與叛國賊，警告他們將為此付出代價。戈爾巴喬夫說了一句話，就像是在說今天的中國一樣，他對着這些政變者喊道：“你們正在把國家推向內戰。”來者遞給戈爾巴喬夫一份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的名單。戈爾巴喬夫幾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國防部長亞佐夫是他親自提拔起來的，克格勃頭子克留奇科夫與他有着共同的導師，而他的辦公廳主任波爾金更是跟他工作了10幾年，獲得他絕對的信任。可現在呢，這些人都背叛他了。最後，這些人走了。克格勃第9局局長在車上用无線電下令，對戈爾巴喬夫進一步隔離。在返回莫斯科的路上，這些政變者開始喝酒。回到莫斯科以後，政變正式實施。他們以戈爾巴喬夫生病為名，副總統亞納耶夫取得了戈爾巴喬夫的權利。他用顫抖的手在文件上簽字，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。亞佐夫、普葛克留奇科夫、夫帕洛夫和巴克拉諾夫等人一個接一個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這些參與政變者用中共的角色來說呢，是相當於國家副主席、總理、軍委副主席、公安部長、國防部長、公安部長等等。最後，他們沒有一個有好結果。8月19號凌晨4時，他們結束會議，政變開始。4時30分，國防部長亞佐夫下令所有的軍事單位進入臨戰狀態，士兵全部結束休假，立刻歸隊。大約是在6點左右，在亞佐夫的命令之下，幾股特種部隊抵達莫斯科的環城公路，準備佔領莫斯科。那麼，當這些連綿的裝甲車和坦克車隊在大街上隆隆駛過的時候，老百姓驚恐地望着他們眼前所發生的這一切。莫斯科老太婆們用手捂着心口，吃驚地問道：“戰爭開始了嗎？”年輕人則一口咬定軍事政變。那麼，正是在這個會議上呢，決定對葉利欽住處進行包圍。不過，神奇的是，科克波頭子決定先不着急逮捕葉利欽。可正是因為這一疏忽，直接為此後的大戲埋下了伏筆。葉利欽穿上防彈背心，然後套上襯衫與西裝，他將不顧一切和助手前往白宮。白宮不是美國的那個白宮呢，它指的是俄羅斯議會大廈。阿爾法小組奉命跟着他前往，並佔據了有利的地形。現在他們手裡有了一個70人的名單，隨時準備抓捕。葉利欽認為當務之急是起草告俄羅斯公民書，向全國人民發布這緊急消息。白宮裡所有的人都行動起來，一場決戰就要開始了。那麼此時的莫斯科人呢，開始往白宮聚集了。他們修築街壘，找尋武器，準備和政變者對抗到底。葉利欽簽署命令，成立俄羅斯國防部，任命科別茨將軍為國防部長。國防部就在白宮內辦公。中午的12點多，葉利欽走出了白宮，登上一輛坦克，發表演講說，宣讀了著名的第59號令：凡是以所謂的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名義做出的決定，均屬非法。在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領土上無效。讓葉利欽感到欣慰的是，軍隊態度似乎是搖擺不定。他給空軍部隊司令格拉喬夫打電話，格拉喬夫長時間沉默以後，說自己不想把葉利欽置於危險的境地。另外呢，他派出自己的警衛連去保護葉利欽的住處。8月19號的下午，梁贊空降師的一個營倒戈，索尔聽从保衛白宮的指挥部的調遣。此舉受到白宮保衛者的熱烈歡迎。而就在克里姆林宮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中間呢，卻是另一種景象。恐慌的氣氛有增無減，副總統亞納耶夫開始變得歇斯底里，我會吃槍子兒的。總理帕夫洛夫病倒住院，國防部長亞佐夫雖然把部隊調進了莫斯科，但是他並不積極。下午的5時新聞發布會上，場面非常難堪。記者們直言不諱地提問：這是不是一場政變？在現場直播當中，全國的人都看到了副總統亞納耶夫還有其他幾個人的手都在發抖，臉上呢也是紅一陣白一陣。人們又問戈爾巴喬夫究竟有什麼健康問題，這幾個人回答更是語無倫次。整場的記者招待會就徹底的失敗了，全體蘇聯人都看到了政變者的醜態。第二天呢，抗議的電報和電話從全國各地如潮水般的湧來。地方報紙上不僅刊登了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文件，而且刊登了葉利欽的告人民書與決定。白宮前面人聚集的越來越多，人們搞到了上新的武器，他們加固街壘，做好了抵抗的準備。這時呢，一名叫做博加喬娃的中年婦女呢，她的話代表了白宮前數萬名民眾的心聲。她說：“我已準備好死在這兒了，就在這兒，我絕不離開。我都55歲了，多年來我腦子裡只有順從和屈服。少先隊、共青團、工會、共產黨，所有的這些都告訴我不要反抗，要做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。但是星期一早上，我的朋友打電話給我，說快打開收音機。我不需要，我聽到巨大的響聲，走到陽台上，看到下面坦克在莫斯科高速公路上隆隆的前進。這些禽獸，他們一直以為可以對我們為所欲為。我根本不怕宵禁，如果有必要，就讓坦克從我身上碾過。
如果有必要，我就倒在這裡。軍人們面對這一場面，他們需要做出重大的選擇：是對這些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開槍，還是拒絕執行命令？很快的，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當眾宣布，絕不對人民使用武力。海軍司令也做出了類似的表態。但是呢，就在當天上午，緊急狀態委員會決定攻打白宮，抓捕葉利欽。但現在問題就是，他們找不到人給他們幹髒活兒。阿爾法小組的指揮員做出了決定，他們不會執行攻打白宮的命令。這些軍人不想替上司背黑鍋，他們不是民主人士，但他們拒絕為克留奇科夫和亞佐夫這樣的白痴而流血犧牲。在阿爾法的內部會議上，一名高級軍官說呢，你們每個人都有憑良心做事的自由。那麼至於我呢，我不會攻打白宮。攻打白宮的總負責人卡爾普辛將軍在發動攻擊前的2個小時決定放棄了。那麼對於他來講呢，白宮保衛者雖然是人數眾多，但是在軍隊面前那也是不堪一擊的。但是面對這些豁出一切的普通老百姓，卡爾普辛对記者說，我沒有勇氣這麼做，我拒絕了。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和空降部隊指揮官格拉喬夫更厲害，他們一致決定，如果政變者開始攻打白宮，空軍將進行報復，下令派遣轟炸機飛越克里姆林宮，把政變組織者一鍋端。軍隊態度讓政變者膽寒。參與政變的國防部長亞佐夫在目睹了接連發生的這一切之後呢，他變得面無血色。當有人勸他動武時，他也是斷然地拒絕說，我可不當皮諾切特。一切都在向着有利於白宮的方向發生着變化。但是呢，白宮裡面並不知道，葉利欽與他團隊依然是緊張萬分。葉利欽在他回憶錄中說道呢，大約是在深夜的2點30分左右，我看了看表，然後閉上眼睛小憩了一會兒。當再一次槍聲大作的時候，助手們把我推醒了，他們把我帶到車庫，給我穿上防彈背心，隨着我上車，說了聲走。當吉爾的車發動機發動以後呢，我徹底的醒了，問道去哪兒？葉利欽所在白宮距離美國大使館的新居民樓很近，只需15秒鐘就可以撤離。而且美國人已經同意接受他們。不過呢，葉利欽在得知衛隊的打算以後呢，他堅決地拒絕了，因為這樣將無法向外面保衛他的數萬名民眾來交代。為了安全，葉利欽被帶到地下防空掩蔽部，這裡很安全，衛兵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打開2扇巨大的密封專用門。葉利欽在裡面待了幾個小時之後呢，他終於忍不住了，上面多次傳來槍聲。但是他還是決定回到樓上，手下告訴他，有3名示威者失去了生命。不過呢，由於政變者找不到人替他們动武，第3天的凌晨3點鐘，間諜頭子克留奇科夫打電話給白宮，他說現在沒事了。在民眾的誓死抵制和軍隊的抗命之下，政變就這樣的被瓦解了。當天上午的8點鐘，將軍們一致要求軍隊必須要撤出莫斯科。很快的，命令被立即執行。那麼對於抵抗的民眾來說呢，這一切如同像做夢一樣，他們沒有想到自己還能活着。在生死與共的面對政變軍隊的過程當中呢，人們展現了他們本性中的善良。一位參與抗爭的女士說，在積累上，她說有一種難以置信的手足情，這是你在排隊或乘電車時感受不到的。因為男人在電車上永遠不會給你讓座位。然而呢，現在這個極端情況下，不知何故，這一周我看到了人性深刻的一面。我從來不知道我的國家有這麼多善良的人。8月22號的凌晨2點，戈爾巴喬夫一行乘專機返回了莫斯科。他在機場回答記者提問之時呢，全體政變參與者被逮捕。8月23號，葉利欽簽發命令，停止俄羅斯共產黨的活動。根據戈爾巴喬夫、葉利欽和莫斯科市長的波波夫的命令，蘇共中央大樓被查封。8月24號，戈爾巴喬夫辭去了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，解散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。事實上是宣布了
布爾什維克時代的終結。8月24號和25號2天，葉利欽簽署了2份俄羅斯總統令，宣布將蘇聯共產黨的檔案轉交給蘇俄的檔案館，並將蘇共財產和不動產收歸蘇俄國有。實際上呢，限制了蘇共的活動。就在5天以後，葉利欽直接下令宣布蘇聯共產黨為非法組織，並限制其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。819政變者萬萬沒有想到的是，他們的這場政變真正的加速了蘇共政權的垮台。眾所周知，習近平上台以後爛尾項目無數，或許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正是習近平親手指揮、親自部署的中共的終極大爛尾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。點燃希望，為正義發聲。感謝您關注紅牆觀察節目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